今天來做一個幻影的特效。想象一下，我們做的事情就跟用相機玩分身術一樣。當角色在移動的時候，我們設置一個超高速的自動快門，讓它每隔一段時間就拍下角色當前的樣子和位置。拍下照片以後，直接把它貼在角色剛剛所在的地方。而這張被貼在原地的照片，它不是一直待在這裡的。我們會給它施加一個魔法，讓它像鬼影一樣，在半秒內慢慢變透明，同時還可以慢慢的變小，直至最後消失不見。是不是很太簡單？不斷的拍照，貼在原地，讓它消失。這一連串的動作組合起來，就形成了我們看到的幻影效果。好的。那我們現在把它轉換成在 Google 上的操作。我們需要先創建一個新的場景，而且將根節點轉換為 Animate Sprite 2D。你可以把這個場景當成是照片的模板，給這個節點添加一個腳本。這裡需要一個 Initialize 方法，也就是初始化的方法，規定了照片必須要的參數。它要模仿的是角色的哪個動畫、哪個幀，應該出現在世界的哪個位置，臉是朝左還是朝右，以及照片的顏色。然後就是照片該如何消失。這裡我們使用了一個叫 Twin 的工具，你可以把它簡單的理解為一個動畫師。我們讓這個動畫師在照片的生命週期裡同時做兩件事情：把照片變透明，並且讓它逐漸變小。在生命週期結束時，它會先把自己藏起來，然後發射結束的信號。接下來創建一個照片留在原地的容器。要注意一下，為了讓幻影顯示在玩家身後背景之前，它的位置和在 Z 軸上的 index 非常關鍵，不然的話就顯示不了了。再來一個計時器，用來實現拍照的時間間隔。把 One Shot 勾上，馬上就要好了啊！很快啊！讓我們在 Player 腳本中加點猛料，添加一個幻影特效的總開關，以及剛剛需要初始化的參數。預載一下剛剛的模板。為了提高性能，這裡使用了一個對象池。看一眼對象池的設置。再來看一下幻影的核心創建邏輯。從池子裡面掏出一個幻影，用當前的參數將它初始化。而這兩個分別是幻影特效開啟和停止的方法。通過 is creating after images 這個標誌符來控制幻影特效開關的狀態。我們稍後再來看一下它們是如何被調用的。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一下 ready 方法。這裡除了初始化對象池，最關鍵的就是這兩行。第一行，我們把編輯器裡面設置的 interval， 也就是時間間隔，告訴我們的計時器。第二行，我們給定時器定下一個規矩，一旦 time out 就去執行 create after image 這個創建幻影的方法。而在這個方法的最後，我們會檢查 is creating after images 這個開關。如果開關還是開着，就重新啟動一次計時器。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可控的循環。倒計時結束，創建幻影，再次啟動倒計時，然後又回到倒計時結束，直到我們調用幻影的 stop 方法，把標誌符改成 false。最後，也就是最簡單的一步，在 work state 中如何調用它。在 enter 的時候，調用開始方法。在 exit 的時候，調用結束方法。回到編輯器，把這個拖過來。這下一個高性能可定制的幻影特效就做好了。感謝看到這裡的各位，點個讚。我們下次再見 ，See you。